播间的家人们，今天教你们怎么在仙侠虐恋剧里当疯批。8万国盗取血灵珠，意图魅惑天玄宗宗主，判36根灭魂钉，废灵根。师尊，徒儿没有盗取灵珠。孽徒，无需狡辩，此刑由我来执。他都说了他没偷，你耳朵聋吗？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我天玄宗！我嫩爹，姑奶奶我坐不更名也不改姓，林念，你这无知宵小，竟敢对我宗门大师姐无礼！哭错坟了吧你？你大师姐不是被你们这群小趴菜捆在柱子上了吗？你放肆！天化，速速执行，无需与这无礼女子纠缠。老娘加班3周攒的怒气值，今天全用了，收拾！让你们也体验一下被扎的滋味。恭喜宿主完成首次拯救，关卡奖励10万元现金，全部通关后可提现。我叫林念，一个追剧狂魔，重度迷恋短视频射术。当我看到剧中女主花万骨被虐到第80集还不还手的时候，我炸了。等我醒来，便到了这部名为《仙门无堂》的剧中，成为天玄宗的一个杂役，绑定了一个拯救虐恋女主系统。当前副本《仙门无堂》，当前关卡剑仙台审判，直播观看人数1万加，死亡次数0。通关全部副本奖励，返回现实世界并获得对应观看人数的数额奖金。宿主可随意变出古今中外的任意武器。就喜欢这种一上来把挂拉满的感觉。虐恋女主们，姐姐我来拯救你们了！慢着，你不能带她走。哟，还有挑事的，让我看看是哪个不怕死的。诸位同门，你们可知花万虎的真实身份？她是魔道神女转世，是祸乱3界的魔女。魔女，难怪她修炼那么快。快离她远点，小心被魔气侵染。我早就觉得她身上有邪气，果不其然，对，花万骨是魔女，不能放虎归山。我不是魔女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今日若不除她，他日必成大患。魔霄长老说的对，处死他。万万不可！此事尚无确凿证据，不可妄下结论。天化，你还要护他到什么时候？他虽是你的徒弟，但苍生安危重于一切。是啊，师尊，万一她真是魔女，我们天玄宗乃至整个天下都会遭殃的。白宗主，你若下不了手，我们替你下。除魔女，杀！退！一口一个天下苍生，听得我直反胃。莫要无礼！白天化，你可真能无理横啊！我怼他们，你怼我，难怪80级了还是个老光棍。你说什么？你徒弟被人冤枉，你帮不上忙，你徒弟要被处死，你只敢说一句万万不可。你师兄一瞪眼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你要是有半点骨气，你徒弟至于被人欺负成这样？还有你们，一口一个魔女，你们有证据吗？没有，就凭她修炼快，凭她长得最好看，凭她比你们都有天赋。你强词夺理，你什么你？就你叫叶夕颜啊？我看你不仅没心，还无脑，还魔道神女呢。你知道神女和魔女的区别吗？你不知道，你就想找个借口弄死她是不是？你血口喷人，我喷的就是你。还有你，苏水清，就会躲在后面煽风点火，你自己没手没脚啊？有本事站前面来说。够了，林念，本座今天先收拾你，再处置花万骨。
那老娘这物理超度你！我的胳膊！宗主救命！你竟敢伤及无辜！刚才他们面目狰狞的嚷嚷着要处死花万骨的时候，你咋不喊无辜？再说了，橡皮蛋就怕成这样，还修仙者？呸！花万骨，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！这些人都是你的同门，你竟然纵容伤害他们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为师一直相信你本性善良，可你现在是在走向歧途。你若还有半点良知，就让林念住手，跟我回去接受宗门审判。师尊，徒儿知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为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但事已发生，小骨不要再错下去了。我靠，这 PUA 技术画尽了！念念姐，算了吧，我不想再有人受伤了，你走吧，别管我了，我认罚。你说啥？师尊说的对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连累你。家人们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长期被 PUA 的下场。敌人还没把他怎么样呢，他自己先跪下了。行，就你小嘴能叭叭。白天化，挺能说会道呀！我叫你一声名字，你敢答应吗？终于安静了。你把天花弄哪儿去了？走，小骨，不用理会这些颠公颠婆。来人，拦住他们，绝不能放他们走！闪光弹！该死，这是什么神器？人呢？让他们跑了！就是这儿。你进去，接受神力洗礼，觉醒神女血脉吧。我是神女，这真的可以吗？信我，这觉醒流程我倒背如流。来，你坐这儿。林念，我现在连筑基都快保不住了，我怕我……放心，你体内可是有神女血脉的，女主光环，帮你成仙。你坐着别动，等金光一照，咔一下就成了。好，我信你。家人们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！80级没觉醒的女主，我一级就给她整得明明白白的。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你看她的头发在变白，浑身在冒金光。稳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不对啊，剧里不是这么演的。系统，你丫给我出来！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花万骨体内神骨缺失，神女血脉觉醒仪式中断。完了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花万骨的神骨在气势会给了白天化。家人们，翻车了！原来是神骨还在渣男身上，这波我的……这不是经典名场面抽神骨救尸吗？当前副本：仙门无堂，当前关卡：抽骨救尸，直播观看人数2万加，宿主死亡次数1，宿主金手指可随意变出古今中外的任意武器法器。宗主的毒唯有神骨能净化，但这意味着你从此无法修炼成仙。可若宗主不在，就没人能镇住魔族中人了。大师姐，你不会不救宗主吧？大师姐人美心善，肯定不会不救宗主的。师父，您定会安然无恙。住手！你不能抽神骨！外门杂役，竟敢擅闯凌霄殿！你个老不死的家伙！神骨能解毒，怎么不抽你的？自私自利的双标老登！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千万不能抽神骨，一旦抽了，你的修为会暴跌，后面会被这些人欺负，最后死得很惨。哼，哪儿来的疯女人？说什么胡话！天下何人敢欺负天玄宗的大师姐？
万古师姐，这个人来历不明，千万别信他。我不能拿师尊的命去赌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你是神女转世，神骨是你血脉的核心，你抽了它，你就废了。一派胡言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拖走！小姑，你千万不能抽！完了，又要重来。你这贱人，搞偷袭！记住，这就是多管闲事的下场。当前副本：仙门无堂，凡间历劫可随意变出古今中外的任意武器。历劫？我怎么不记得剧里还有人间的事儿？宿主，目前是仙门无堂第89集剧情线。花万骨被白天化封印记忆，下凡历劫，名阿唐。89集？我追到80集就弃了，后面我没看过。温馨提示：宿主可将花万骨推下绝情崖，使其恢复记忆。小骨，为了你的前程，就别怪姐姐我心狠了。就算他失忆了，我也要让他在凡间生不如死。我去勾引他那个凡人未婚夫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放心。哟，这不是白莲花三姐妹吗？你是何人？哦，忘了你们不记得我了。那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灵念，你们天玄宗的太奶。放肆！区区凡人，竟敢不把天玄宗放在眼里！天帝来了，我也一样不放眼里。来遛狗喽！你个卑贱的凡人，快放开我！你们应该还没吃饭吧？带你们吃饭去。你放开我，我裙子破了。破了正好，省得你天天变着法的勾引人。这饭新鲜吧？好吃的哦！李念，我要杀了你！你先爬上来再说吧，拜拜了您嘞。小谷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你是谁？我是你远方表姐灵念，快来跟我去个好地方。我不认识你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你别怕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咦，怎么那么臭？灵念，我要你死！我去，冤家路窄啊，这都能追过来。他又是谁？别管他了，你现在从这跳下去就能恢复记忆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可不想沾一身屎，我也跳。怎么样，想起来啥没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是花万骨，是天玄宗的弟子，我师父是白天花。别提那个渣男，晦气！你可是神女。我的神骨在师父身上，我要拿回来。这就对了，走，我陪你去拿回属于你的东西。小谷，你这么快立完结了？托你的福，我都想起来了。小谷，当初封印你记忆是为了保护你。保护我，还是保护你自己？小谷，你何时变得这么无理了？老登，又要搬出你那套 PUA 洗脑啦？废话少说，把俺花姐的神骨还回来！你个外门杂役，插什么嘴？把我的神骨
还给我。那是你当年自愿给我的。我当年瞎了眼，现在我的眼睛好了，还我。小骨，你不能这样。没有神骨，我的修为会跌落2个境界，到时候就无法护佑宗门了。我听不下去了，这满满爹味的渣男，你就该跟那个绿茶苏水清作死。你，本座是为了天下苍生。又来了，天下苍生4个字是你家祖传的吧？什么锅都往天下苍生上推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真为了天下苍生，你就该自己去死，而不是让他替你死。人家抽骨救你，你让人家下凡历劫受苦，真是顶级白莲花心机婊，让别人替你扛下所有罪，然后你再大义凛然地享受这一切荣誉是吧？这是为了苍生，这叫自私自利。小骨，抽神骨。漂亮，神骨归位，下一站神女祭坛。小骨，你真的一点旧情都不念吗？你不配提旧情这2个字。白宗主，好好养伤，下次再中毒，可没人给你骨头啦。谢谢你，灵念。别谢，你早该做到了。记着，你现在可欠我一条命，以后不能随便死了。好，家人们，神女正式上线，回宗门算总账。花万骨恢复记忆了，竟敢来抽走宗主的神骨！花万骨就是我宗门的祸害，当初就该处死他这个废物。就是魔霄长老，我们应该布阵，就算他花万骨来了也是送死。刚刚谁说废物来着？出来走2步。你真的回来了？今日我来讨要公道。你个宗门叛徒，还有脸回来说要公道？你差点害死宗主，快把神骨还给宗主！真逆天，见过脸皮厚的，但你这种不要脸的还是头一回见，真长见识了啊！花万骨，你背叛宗门和这妖女一道，将神骨交出，我可以考虑减轻对你的惩罚。想拿，打得过我再说。你别太嚣张，花万骨，你一个人能打得过我们所有人吗？谁说他是一个人了？没把我当人啊！你不可能这么快！你明明修为在我之下。哼，是吗？好，教科书级别的巴掌，我给你打满分。你离我远点儿！你以为我想挨着你？万骨师姐，我错了，都是他们逼我的。他们逼你的？你在剑仙台诬陷我的时候，在我茶里下毒时，想过今天吗？绿茶小师妹又结巴了呢。要是不会好好说话，我可以把你的嘴缝上。这么不惊吓，菜狗！花万骨，你以为成神了就了不起？宗门规矩不是你一个人能改的，祖师爷几千年的基业，难道你想毁于一旦？祖师爷的基业不是让你用来欺负弱者的。你敢毁了宗门牌匾！从今天起，天玄宗改名为念古仙盟，容天下散修，不分门派，不分出身，不分男女，只一条规矩，不准欺负人。万宗主千古！家人们，这才是大女主啊！哎呀，这2把手当的就是舒服啊，啥都不用干，天天就是吃。恭喜宿主完成仙侠副本拯救女主任务，奖励已到账，新副本已解锁，即将开启穿越。宫斗副本凤求梧桐。啥玩意儿？宫斗？开启穿越。别！宿主已进入副本凤求梧桐第30集，女主苏若环因被皇后诬陷使用巫蛊之术，已被打入冷宫3个月。在原结局里，苏若环抑郁而终。抑郁而终，这不就是仙侠虐恋换了个套路吗？姐姐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皇上对你那么好。哎，苏若环，你竟敢用巫蛊之术诅咒皇上，罪不可赦！来人，
将苏若环即刻杖毙！我靠，一来就要打死女主，这还得了？大胆！你是哪个宫的？竟敢踹我的人！你没事吧？你是谁？我是来拯救你的人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本宫拿下！嚷嚷什么？这里就属你嗓门最大，咋咋呼呼的，也不知道老皇帝喜欢你啥。你竟敢羞辱本宫！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，打50大板！那是什么妖物？皇后！妖物？这叫灭火器，你别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太暴躁了，我给你降降温。快住手！你这妖女，我要让皇上将你五马分尸！说他没说你是吧？来，给你也洗洗脑子。不要！小朋友们，这是干粉灭火器，固液体、电器着火都能灭，千万要用对哦。检测到宿主在直播间普及消防知识，观看人数上涨，正能量+1，额外奖励现金5万元。别怕，都是打工的，我不会为难你们。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叫林念，我就看不惯他们仗势欺人。你可是大女主，绝不能这么憋屈的死在这儿。大女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女主就是做自己人生的主宰，你以后可是要当女帝的。大胆妖女，不仅谋害皇后和贵妃，还妄想篡位，给我拿下她！安妹妹，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苏若环，你勾结妖女祸害皇上，其罪当诛。不是的，我亲眼看见你用妖术害人，你还敢狡辩？安妹妹，你我情同姐妹啊，你忘了我们当年是一起入宫的？闭嘴！谁跟你情同姐妹？你不过是皇上一时兴起的替身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哎呦喂，我当谁呢？原来是你这尊绿茶活化石啊！你跟他废什么话？像他这种吃里扒外、胳膊肘往外拐的塑料姐妹，就该和那两人渣一起！你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他又要施展妖术了！你想干什么？帮你这张伪善的大脸卸卸妆。我的脸！咦，这是抹了多厚的粉？正好帮你清清灰，别客气啊！齐活！你这都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姐的百宝箱，要啥有啥。皇帝老儿，你后宫炸了！再不来，你的3个老婆就成冰雕了！谁在喧哗？反了不成？皇上，是后宫那边乱了。这帮女人麻烦事真多，走去看看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大胆妖女，竟敢在宫中行凶！来人，把这妖女就地正法！皇上不要，都怪臣妾不好，您就饶恕她吧。哼，皇帝老儿，这满皇宫里最该收拾的人就是你。大胆刁民，给我拿下！对付你这种伟人，就得请我老祖出山。老邓，你以为我叫你来是给你加戏的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！皇上，这下人都齐了，正好。放到苏若环房里，看到了吗，老皇帝？你的皇后和贵妃联手陷害一个无辜的妃子，你说吧，该咋办？你这个毒妇！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那是妖术，那个镜子是妖物。妖术？那你解释解释，为什么里面你的脸拍得那么清楚？哼，妖术当然能魅惑人心。死鸭子嘴硬，这玩意儿为啥在你袖口里？你解释得清吗？
这不可能！那晚我明明让人塞给了那贱人身上。哦，那晚。嬛嬛，是朕错怪你了。然后呢？这就翻篇了。皇上，不好了，延禧宫着火了！你说什么？我的永儿怎么样了？这到底什么情况？皇上，梅嫔难产，一尸两命。什么？我这还没开始救呢，人就没了俩，孩子没了，闺蜜也没了。系统，你是不是开了地狱难度忘了告诉我？警告：关键角色永儿梅婉妆死亡，任务失败，时间线即将重置，跳跃至新关卡。我还没出手呢，你就给我判死刑了？这是哪儿？延禧宫。宿主已穿越至永儿遇害当日，德妃已派人埋伏在延禧宫四周，准备纵火。哟，敢当我面干坏事？谁？你姑奶奶我！大意了！哎，搞定！宿主，你跑错方向了，梅婉妆的寝殿在另一边。我知道，刚刚那个小太监跑去报信了，我得去阻止他。祝若华，你儿子死了，梅婉妆也死了，你又身在冷宫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嚣张的？我的永儿，梅姐姐！关键角色苏若环死亡，任务失败。不是大姐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多撑5分钟？5分钟，你儿子我都给你抱出来了！苍了个天啊！时间线即将重置，跳跃至新关卡。家人们，系统故意卡我进度，想让我在这里刷满100遍冷宫一日游。宿主已穿越至皇帝寿辰当日。这是皇帝的寿宴。原剧情中，苏若环表演幻术被年妃诬陷，用妖术诅咒皇帝。本关需同时拯救永儿、梅婉妆、苏若环。啥？一个寿宴要救3人？你真当我是时间管理大师啊？这人够齐的，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。宿主加油！目前有5万多观众在观看哦，拯救3人，奖励翻倍。行，这把拼了！啊！你是何人？为何打断我的表演？你儿子都要被烤熟了，快跟我走！你说什么？大胆奴婢，竟敢扰乱皇上寿宴！来人，把这个疯丫头拖下去杖毙！你快闭嘴吧！脸上抹了3斤粉，还是遮不住你的黑心肝！你敢说延禧宫放火不是你指使的？你胡说！本宫怎会做有害皇嗣之事？你做的还少吗你？懒得和你。去掀翻大殿！哟，你这桌的菜不错，打包。这都是加班餐，别浪费。皇帝老儿，你都高血压了还喝，是想早点吃席还是怎么着？你这假发片哪儿买的？质量不行啊！反了，反了！来人！张奎，喂，那个偷油的，快去看你儿子！永儿，我的永儿！大胆！我可是德妃娘娘的人，你这奴婢敢踹我？我不仅敢踹你，我还要赏你一对银首饰，你想不想要啊？哼，你会了我也没用。你放开我！故意纵火致人伤亡，不给你下狱都算我仁慈的，还敢威胁我？去你的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你怎么知道会有人放火？你是谁？
我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。你要是在寿宴上表演幻术，就会被诬陷，打入冷宫，然后你的儿子就会被人烧死。之后你闺蜜梅婉庄为了给你求情，也会被人下毒害死。你说什么？你最终会抑郁而终。环环，你记着，这个皇宫里没一个好人，包括你喜欢的那个老皇帝。这不可能，梅姐姐，她怀有身孕，她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别急，我这就带你去救她。警告：关键角色梅婉庄因寿宴混乱受到惊吓早产死亡，任务失败，时间线即将重置。受惊，早产，完了，这把怪我了！该死，又重来一次。宿主已穿越至安小茹给梅婉庄下药当日，当前时间线是苏若环被打入冷宫，皇后即将带人去殴打她，德妃正在安排人手准备火烧延禧宫，安小茹正端着毒药准备骗梅婉庄喝下，三项危机同时发生。好家伙，直接给我上地狱级难度了！梅姐姐，你把这药喝了吧。若环姐姐在冷宫里受苦，你身体好了才能去求皇上啊。龙吸水！你是谁？我是你太奶，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毒妇的自我修养。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可是皇上的宠妃，你敢对我不利，叫你抄家！抄家灭族是吧？下毒好玩是吧？我先给你这绿茶抽成渣渣，找到东南西北！你，切，这就晕了，真不经抽。快跟我走！我们去哪儿？别问为什么，要来不及了。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和你闺蜜，我今天都得救。差点忘了给自己开挂了。我在飞！别叫，掉下去我可不负责。这 NPC 真是尽职敬业啊！你在这儿等着。走你！抱着，这是你闺蜜的儿子。好的。苏若环，你儿子死了，梅婉庄也死了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蓉儿，梅姐姐，我这就来陪你们。妖后，这一次我就算死也要拉你一起。环环，我是梅姐姐啊。梅姐姐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这就挂了。妖女，离本宫远些！你这妖女，快放开本宫！来人呐！你刚才说谁死了？我什么都没说。自己的巴掌自己挨。把这妖女给朕拿下！家人们，今晚的活儿还没完，下集预告：暴揍狗皇帝。皇上，就是这妖女，她和苏若环、梅婉庄串通一气，意图谋反。你这张嘴啊，比德云社还忙，嘴巴嘚嘚个不停，怪不得你叫德妃。皇上，您看她还在羞辱臣妾。林念，你劫走嫔妃，殴打皇后贵妃，现在还敢口出狂言，朕今日若不杀你，天理难容！黄色显嫩，你如今几岁？来人啊！有人要杀皇上，有人要谋反！你要干什么？就
就是你喜欢放火是吧？不知道玩火尿床吗？喜欢放火的毒妇，我用三昧真火把你烧出原形，看看你是怎样的蛇蝎心肠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妖女，朕要诛你九族！我九族都在几百年后，就你这样子，怕是今年就能吃上你的席喽。你敢诅咒朕？像你这种不分青红皂白、听信谗言，一出世就要诛人九族的帝王，皇位也该换换人了。嬛嬛，这皇位你来坐。我吗？没错，就是你。家人们，是时候整支宫斗剧了。下一步，双女称帝。可我从来没想过。那就现在想。我问你，你被皇后打的时候，你儿子差点被烧死的时候，皇帝在哪儿？你梅姐姐被人下毒的时候，他又在哪儿？这个狗皇帝，他压根没心，对你没有情，只有占有。你胡说，朕是爱嬛嬛的。哼，诡计多端的老男人，你只当他是传宗接代的工具。哪天他不听话了，你随时可以换新的。记住一句话，男人只会影响你搞事业的速度。从今天起，你的 CP 是你自己，你的官配是天下太平。你说的对，我要称帝，我要让天下不再有像我和梅姐姐一样的女子，我要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这才是我认识的苏若嬛。我陪你。还不来迎接你们的女皇？退位诏书，皇帝自愿禅位给苏若嬛和梅婉庄，都看清楚了。从今天起，皇帝退位，苏若嬛和梅婉庄共同登基，同意的站着，不同意的全部流放。我登基只为天下安定，我站在这儿，不是来求你们都点头的。我比你们更清楚这江山缺什么，缺的不是忠臣，是能让忠臣抬头活着的规矩。庶族有功就该赏，百姓有粮国才稳。我若做不到，自会退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家人们，双女帝登基，圆满收工。林念，谢谢你。别谢，你俩把日子过好了，比啥都强。恭喜宿主完成副本凤求梧桐全部任务，奖励现金30万元已到账。新副本即将开启，虐恋权谋，宫锁难封。虐恋权谋，看来又是宫斗了。家人们，这次我要一命通关。我靠！我刚从宫斗剧出来，就直接上战场了。宿主已穿越至宫锁难第28集。李承贤正在屠云州城，慕容凤父亲被困宫中。这剧我看过，是不是那男主李承贤误以为女主家人害死他爹，就在登基后灭了女主一族那个？是的，宿主好记性。少拍马屁，这剧当时看得我快气死了。沙雕男主居然那么久都没发现他爹是男二害死的，给女主虐成狗了都不回头。唉，最后害得女主自刎了。摄魂灵，缩地成寸符。OK， 家人们，新装备上线，看我这次怎么收拾那两个渣男！求你别杀我父王，要杀我！你父王不死，我就没法跟玄朝交代。小凤，站起来！我们云州国不求人。还挺管用，小凤，俺来救你了！不要，阿爹！你是谁？先走再说。人呢？先别哭了，咱们还没彻底安全呢。
顾师母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李承贤是我表弟，而你们都是累赘。小心！男儿，你是真狗啊！这是女主失忆了。宿主，你已穿越至宫锁南风第47集，慕容凤已失忆，被和亲至玄朝。太子李承贤对他冷暴力3个月，大臣之女明月每日来冷宫嘲讽。小凤和亲来到玄朝，却被丢冷宫里。家人们，我必须要让她振作起来。姐姐，我又来看你了，今天给你带了燕窝粥，你尝尝。姐姐，你说你从云州那么远的地方嫁过来，结果太子殿下3个月都没来看你，你这日子过得也太惨了吧？他平日里很忙，我听说太子殿下最近常去我父亲府上议事呢，可能是忙着商议何时册封我为太子妃呢。小凤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李承贤才不会娶她当太子妃呢。谁在说话？系统，你下回能不能给我传送个正常点的位置？我这还没出场呢就挂了，这死的也太憋屈了。抱歉，是我定位失误。宿主请注意，当前是宫锁南风第48集。由于受到明月多次羞辱，慕容凤流产，心灰意冷的慕容凤欲跳城楼。啥？小凤，你冷静点，你不为自己，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啊！那可是我们的孩子啊！孩子已经没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我受够了这里的生活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小凤，你不能跳！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跳下去，谁替你报仇？报仇？报什么仇？你父王是怎么死的？云州3万条命是怎么没的？你全忘了吗？头好痛！你是哪个宫的？我是你姑奶奶宫的，今天专门来教训你的。哟，好大的口气，都敢教训太子殿下了。哟，这不是姐姐吗？怎么没跳成啊？说真的，姐姐你也是，太子殿下日理万机，你怎么就不能懂点事儿呢？你竟敢打我！打你怎么了？你只是挨了一巴掌，他失去的可是一个孩子，你能理解吗？太子殿下！好了，不要胡闹了。打他没打你是吧？喜欢拉偏架？怎么，阎王爷还没退位，你就着急当上判官了是吧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竟敢打太子殿下，快把他赶出去！你想干什么？帮你管管你的那张破嘴，既然不会好好说话，我就帮你闭上。好了，你现在可以安静的在一旁当个废品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清理垃圾的。大胆，竟敢对太子妃无礼！她是太子妃，那地上坐着的是什么？是备胎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管我什么人？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你什么你？刚刚听你巴巴的都快烦死了。跟小凤讲了一大堆，你关心过她疼吗？你问过一句她好吗？爱心外包让你给玩明白了是吧？我有我的难处，我是太子。太子怎么了？你有难处跟你爹说去，跟你老婆撒什么气？你连你爹都不敢顶嘴，你跟他倒是挺巴巴的，你这不就是窝里横？你放肆！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插嘴。你老婆被人下毒3个月，你知不知道？什么？我身体不弱，我是被人害的，但你从没问过。小凤，
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当什么太子？你先去投胎学学怎么当个人吧。哼，下去吧你。啊！太子被杀了！叔叔逆贼，放箭！海风记住，你不欠他的，你该活着，活得比他好。这地方好眼熟。宿主，当前是宫锁南风第1集，是李承贤与慕容凤的初次相遇之夜。哎，这次穿的地方好。我要是在他俩刚认识的时候就切断联系，那后面的事儿就都不会发生了。这李承贤真是个狠人啊！为了接近女主，对自己下这么狠的手。你没事吧？你醒醒！救我！你别急，我给你包扎。别包了，那伤是他自己划的。等你救了他，他该反杀你了。你是谁？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叫林念，就地上躺着的这位装晕的伤残人士，他是专门在这儿等你路过救他。啊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可是他身上的伤痕那么多。因为只要你救了，他就会跟你回云州城。到时候你父王、你大哥、你全族都会被灭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凭我刚才在草丛里亲眼看着他从靴筒里拔刀，给自己划的伤口。你仔细看看他的伤口，是不是很整齐？确实太整齐了。喜欢装晕是吧？喜欢装是吧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是喜欢装柔弱 cos 伤者吗？那我给你下点猛料，帮你一把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系统，此处少儿不宜，给这段掐了，不许播。好吧，搞定，走吧，妹儿。姐姐，你把他打成那样，他不会是死了吧？放心，给他留了一口气的。有暗箭，快跑！出来！有本事放冷箭，没本事认识吧？哼，你不能带他走。你还真是甩得一手好锅！你把你表弟当枪使了3年，他都不知道。你闭嘴！装什么？下毒害死季青的事儿你都敢？你还有什么事儿做不出来？下什么毒？哟，追得这么快，看来是打轻了。你闭嘴！小心，他刀尖淬了毒。回答我，下的什么毒？你替你表哥卖命，但连为什么这么做都不知道。你俩这兄弟情比纸还薄。承贤，把他留下，另一个杀。我活不活无所谓，我只要你死。那就都去死！住手！如风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
你告诉我，我爹是怎么死的？你爹的事，回去再说。现在说！是我让人下的毒，但你爹不死，我拿不到兵权；他不死，你永远是太子，我永远只是你表哥。你骗了我！你让我杀的人，其实是你自己的仇人。走，先找个地方躲躲。哎，你俩这兄弟情真是年度最佳悲剧啊！一个敢骗，一个敢信。走了，这戏演完了，该散场了。其实他也挺可怜的，妹儿啊，你别看他一副可怜兮兮的样，你可是差点为他把自己搭进去。妹子，恋爱脑挖野菜，你可千万要清醒啊！就是你，要不是你，害死我爹的人只能是云州王；要不是你，害死我爹的人只能是云州王。我靠，这活儿是个精分 NBD， 小凤快跑！宿主当前为宫锁南风第55集，慕容凤已恢复全部记忆，决定跳河自尽。这剧干脆改名叫《阎王来了》算了，来这副本都死了4、5回了。该死的渣男居然捅我腰子，疼死我了！宿主为了完成任务，您功不可没。系统，我这是工伤，你能不能给点奖励呀？为了鼓励您更好地完成任务，在观众人数突破10万时，会给您发放第2个金手指。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腰也不疼了，腿也不酸了。我就喜欢开挂，最好是多个挂同时开。李承贤，我要忘了你！啊！一来就跳河？小凤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！小凤，我来陪你。渣男自己玩去吧，少来祸害我们小凤。小凤，你可千万别跳！你是谁？我叫林念，一个穿越了5回，只为了把你从李承贤那个人渣手里救出的人。不用了，我父王死了，云州城烧了3天3夜，我的全族都没了，我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难道你现在跳下去，你的父王族人就能活过来了吗？你要好好活着，哪怕是带着恨和痛苦。你还没能为你的族人报仇，你不能轻易就这么死了！妖女，你害死承贤，我让你偿命啊！姐也是开上战斗机的人了。念姐姐，这是什么？这可是史诗级武器，能顶得上100万大军，这么厉害，必须的。先去收拾那个害人精顾如风。哼，这下再也没人能挡得住我的登基大业了。这是什么？顾二狗，你不是喜欢背后偷袭吗？今儿个我就正面打服你！不错，小凤，咱们杀回玄朝守城，为你的父王和族人报仇。好。
念姐姐，这东西真的不会散架吗？放心，你坐稳了。大哥，慕容云，你妹妹已经嫁给太子了，云州已归玄朝。你降是不降？若不降，今日连你一起埋在这里。呸！她嫁的是仇人，不是夫君。降你祖宗！谁？何人在说话？来的正好，一炮就能全解决的事儿。小凤，你看好了，什么叫热武器碾压冷兵器？等等，那些士兵不一定都是害死我族人的凶手，他们也有家人。这一炮下去，怕是他们都活不了了。你现在心软，一会儿他们可不会对你心软。我知道，但我父王教过我，云州人不滥杀无辜。行，听你的，我不开炮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给你换身行头，好看吧？慕容凤，你已是玄朝太子妃，云州早已是玄朝属地，你如今带兵来犯，是想挑起两国战事吗？她是被你们太子抢回去的，不是嫁过去的，少在这儿给自己洗白。妹妹，快走！首领，不要冲动啊！大哥，放了我大哥！放！你先让他跪下投降再说。废什么话，直接将他们全部送上天！你居然没死！小凤，跟我回去。你大哥我可以放了，你父王我也会给你个交代。切，你屠了人家全族，你说给交代？难不成你下地府去跟他爹跪求原谅？放肆！胆敢这么羞辱我玄朝太子，简直找死！我看找死的人是你。够了，小凤，只要你现在放下刀，玄朝和云州之间还是可以谈的。你也不想让你大哥他们都死在这儿吧？我要是死在这里，你们就会退兵吗？小凤，别胡闹，跟我回去。太子妃若能以一人之躯换两军安宁，那是大义。大义？你怎么不用你的狗头换？小凤，你活着，云州就还有名分；你死了，云州就什么都没了。你大哥也活不过今天。小凤，别听他的，回云州好好活着。李承贤，本王认输，你放了我的部下和小凤回去。大哥！不是大哥，你这自杀的也太快了，我能救啊！首领已死，和他们这些玄朝杂种拼了！杂种拼了！拼了！云州将士们，住手！李承贤，你说的对，我活着，他们就不会停止战争。你傻呀！他三两句话就让你把刀架脖子上了，被人拿话一塞就往死路上走，怎么跟你大哥一样，都是一根筋？记着，武器永远对准敌人，而不是自己。李承贤，你不是想谈和吗？我替你们谈。还有人要谈吗？没了是吧？好，那就谈完了。恭喜宿主完成本关卡战斗任务，当前剧情线已达成表面目标。表面目标？啥叫表面？我到底是完成了还是没完成？杀完了，全杀完了。我父王和大哥不会回来，我的族人也不会回来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系统，我怎么感觉他怪怪的？怎么我好像做什么他都振作不起来一样？警告：检测至慕容凤已出现重度抑郁症状，伴有强烈自杀倾向。当前女主精神状态不稳定，任务完成度仅判定为表面通关。若女主在后续剧情中死亡或自尽，本关卡仍视为失败。啥抑郁症？系统，我能不能杀了他重来？宿主，
击杀任务目标，本关所有现金奖励都会被取消。爷啊！唉，那好吧，只能我来挨这一下了。救人救到底，既然你不想活了，那我就陪你重来一次。家人们，这活儿不容易啊，救人还得附送一条命，算了，也值了。不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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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疼。宿主，你真勇，我给你下把定位到第1级。我们打工人全年无休都不怕，这算啥？家人们，重开了。这回我从头教他什么叫自己当王，不替别人做嫁衣。你没事吧？醒醒！姑娘，救我！你等等，我给你包扎伤口。你是谁？你的救世主，宝贝。但是他的阎王爷。你干了什么？你把他杀了？没杀，电晕了而已。这效果可比他装晕好多了。他不是碍眼吗？我帮帮他。你是谁？我是来救你的人，你先跟我走，路上我告诉你事情的全部过程。但你得先记住，刚才那个男人，他是能把你的云州王城变成一片平地。你父王、你大哥、你全族都会被他害死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你到底是谁？小凤，我穿越了5、6回了，就为了把你救出他的魔爪。那个男人叫李承贤，他会利用你的善心，得到你云州城的基地位置，从而一举歼灭你的族人和父王。什么？好，我信你。那你现在是要带我去哪儿？当然是回云州了，做你该做的事。我该做什么？搞商贸，不挖野菜。什么意思？你云州的马和皮料往南走可以有3条商路，能换粮食和铁器回来，这总比你们打打杀杀强多了吧？再说了，你父王岁数大了，你再不接手，等你大哥成亲了，你就得帮忙带孩子了。你要当云州城的女王，不是当看娃的姑姑。你这么说的倒是有些道理。若是云州的商贸能打通渠道，云州的百姓也就富足了。是啊，总之当啥都别当恋爱脑。我听姐姐你的。咱们还能开个美食城，将云州美食名扬天下。这个好哎。你确定这匾挂正了？左边高了一点，你往右边往上提提。好了，这下正了。各位，云州第一美食城开业，今日消费统统半价。
燕姐姐，你教的那3条商路都走通了。我父王说，他这辈子没见过云州城这么热闹过。放心，以后会更热闹。我们还要把云州美食名扬天下呢。恭喜宿主完成副本攻锁南风任务，奖励已到账。新副本都市虐情剧《千山飘雪》已解锁，即将开启穿越。你要走了？系统催了。那你下次来，我请你吃烤全羊。好，下次来你账本给我看，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就要记住了3条商路的利润。我去，这房子看起来比我命都贵。宿主，您已进入副本《千山飘雪》第12集，本副本适合以低调身份进入。给您安排的保洁员角色是唯一可以合法出入别墅各个房间的身份。家人们，从仙侠宫斗穿越到家政阿姨，好一个深入基层！都多少年了，现在的观众还喜欢看这种强制爱。宿主，这是我大数据搜集的虐恋剧意难平排行榜中的剧，而且观看人数一直在增长，您的奖励金额也在不断叠加。林清雪已被傅少廷软禁3年，对傅少廷接受度90%，你的任务是降低他的接受度。好家伙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行，那就让我这个保洁拯救女主吧。哇，这就是有钱人的客厅吗？这电视机比我家墙还大，花瓶比我外婆的腌菜缸还贵。我感觉在这儿不是干保洁，而是在给文物做保养。这气质一看就是女主，系统她就是林清雪吧？是的，宿主。夫人，我来打扫卫生。女主一看就是个 I 人，这还是精装修牢房，这是囚禁吗？靠，这男主还玩 SM， 变态！喝水就好。这说话声音小得像蚊子。来，谢谢。你说话声音大点会扣工资吗？啊，我没有工资。不好意思，他不在的时候我不太习惯说话。没事没事。家人们，这人被关了3年，连话都不会说了。这哪是别墅，这分明是精神病院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楼上那位今天怎么样？好好吃饭了吗？这男主这么装吗？他是没名字吗？楼下那位。你说什么？小林，怎么能这么跟老爷说话？快下来给老爷道歉！怎么，当大爷当习惯了，连基本对人的尊重都不会了是吧？还得我教你被解雇了，现在就走。解雇我行啊，你给我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，写明解除原因，盖公司公账，提前30天通知或者支付我1个月工资的代通知金。哦对，还有我入职以来的加班费、年休假折算工资，1分不少打到我卡上，少1分我就去劳动仲裁，仲裁不行我就起诉。你说什么？劳动法没听过吗？你开这么大公司，不会连这都不知道吧？
你解雇我可以依法办事，按流程走，不然我让你公司人事部1个月都别想消停。你一个保洁还敢跟老板谈条件？保洁也是劳动者，受劳动法保护的。你们公司是不是连社保都没给我交？那正好，一告一个准。你是来工作的，还是来找事的？大哥，你真搞笑，是你叫我走的，现在来反问我。先把我加班费算清楚，给我工资当日结清，不然我每天来你公司门口坐着，顺便直播。这是怎么了？不关你的事，回去。我叫你回去，听不见吗？你凶什么凶？嫌你嗓门大是吧？管家，让他出去。保安，来把这个疯女人轰出去！你们敢！暴力挟持人可是要坐牢的。老爷，要不算了吧，他每天工作挺辛苦，也不容易。你倒是挺会帮外人说话的。一个以囚禁别人为乐趣的变态，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他是被你关在这儿的，不是自愿住在这儿的。他帮我说话，是他人美心善，叫你一声老爷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你再说一遍。咋？你想把我也关起来？有种你试试，看我不把你那点破事儿抖得全网不知。什么非法拘禁、限制人身自由，这几条够不够你喝一壶的？副总，这……你处理。是。小林，都同事一场，别互相为难，赶紧收拾收拾东西走人吧。我提的要求都做到，立马走人。他平时都这么跟你说话的？你明天还来吗？来，他开除他的，我干我的。他要不给我结工资，我就每天来打卡。他还能把我怎么样？谢谢你替我说话，刚刚我都听到了，不过我也习惯了。你不能习惯，你要学会说不。你不想待在这儿的，对吧？我待在这里挺好的。不，你明明就不好，为什么要装作自己很好呢？其实老爷对我挺好的，你看他还给我买了这么昂贵的手镯。清雪，我能带你离开这里。你带我离开？你不想离开这里吗？我谢谢你，林念，我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宿主，您为什么不用金手指强行带走女主呢？我倒是想啊，但是这里是现代啊，我要是掏出 AK 架在傅少廷头上，分分钟我就得进去蹲着。我可是守法守纪的老实人。那宿主，你可以智取。哎，怎么说？以傅少廷的性格，他今晚肯定会去找林清雪的麻烦。到时您突然出现，美女救美，就有正当理由带走女主了。傅少廷如果敢动手，你属于正当防卫，是见义勇为。这个主意不错。晚上等着被收拾吧，傅总。你喝多了。你今天帮一个外人说话，我养了你3年，你帮一个保洁说话，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我看你是忘了你是谁养的了。
你我的眼！防狼喷雾，专门对付你这种变态。怎么样？味道还行吧？你这贱人，我要让你让你再骂，嘴臭就给你多洗洗。我们走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。但我得回去，我欠他钱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再说一遍。我欠他很多钱，他给我买了很多东西。我爸妈的厂子也在他手里。要是我不回去，他不会放过我爸妈的。欠钱就赚钱还他，你为什么要回去当他的金丝雀？你喜欢那样的生活？不喜欢。那你还回去干嘛？我不回去，我还能去哪儿？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爱上傅少廷了？不是，我不可能喜欢他。我有初恋，但被他拆散了。拆散？怎么拆的？他找人跟我初恋说我订婚了，之后又给他找了个女友。傅少廷后来还带我去参加我初恋的婚礼，让我彻底死心。真是个变态，强迫你参加初恋婚礼你都能忍，他那叫棒打鸳鸯。小雪，你听我说，既然初恋结婚了，就放下他，你过好你的日子，你也不欠任何人的，知道吗？那我该做什么？我记得你大学学的是服装设计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床头那本旧杂志都翻烂了还留着，上面全是设计图。你以前是不是想开自己的工作室？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。你还没做就说做不好，你当年报这个专业的时候没人替你做决定吧？没有，是我自己选的。那好，我们开工作室，做自己的设计。啊？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当然了，钱慢慢挣，但以后腰要直起来，不再依靠其他人。宿主林清雪对傅少廷接受度降至60%。考虑的怎么样？要不要离开傅少廷？离开，做自己的设计。好。小雪，今天跟商场约好了去谈展示位。走。这就是你离开我1个月做的东西。这种款型设计，10年前就没人用了。傅先生，这款型10年后也会有人穿。傅先生一个没有艺术细胞的人，就不要乱评价，不是你专业的问题吧？这种展位，你们也敢放进来？傅总，这是按流程申请的，他们的手续都是合规的。你跟我谈流程？你这商场今年的消防检查过了吗？我今天来就发现，你们3楼有几处消防隐患，要不要我现场帮你查查监控录像？手机拿来。别急啊，我手机流量还多，可以开个播陪你聊到闭店，就跟观众好好聊一聊这商场的消防隐患吧。傅总，要不先回办公室？家人们，没想到这里是富士商场，但他刚刚停了6秒，
看了他3次，这比他那张嘴诚实多了。明天开始，3楼中庭所有展位重新审核。念姐，他是不是要针对我们了？这个渣男又要作妖了，别担心，看我怎么对付他。给你录下证据，看你还有什么能狡辩的。这是一点消防措施不做啊！违禁全犯了，我直接开直播曝光你。家人们，我现在在富士商场的3楼消防通道里。这边的楼梯间堆了6个货柜，疏散指示牌被挡住了。安全门上锁，灭火器过期。现在夏天又热又干燥，特别容易发生火灾。前2天北郊还发生了自燃呢。再看这个商场的消防措施，一点都不到位。家人们来逛富士商场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林小姐，你在干什么？这不能拍。经理，你们这消防通道都堆满了，这种情况多久了？还有上面那排货柜，至少放了2个月吧？你这消防不过关啊，对你们的客户可是有大的安全隐患的。你先把手机放下，我们有事好商量。你别拍，我马上叫人处理，你先关掉好不好？家人们，经理说马上处理，我给经理一点时间。现在在线人数已经超过1万了，大家一起等结果。副总，他拍的是消防通道，这边确实有点问题，不是我不让他关。你在替他说话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经理，是你老板的电话吗？你帮我问他一句，展位还撤不撤啦？副总，要不展位的事先放着，他在直播，这事儿我先应下来吧。很好，展位留住了。你让他来查我的商场。我没让他去查，是他自己去的，你放开我！你就不拦一下？我为什么要拦？消防通道确实有违规现象，你自己商场有安全隐患，无视顾客的生命安全。林念用手机帮你拍出来，你该感谢他。1个月不见，你的嘴巴变得伶俐了许多，说话这么硬，就是不知道你的嘴唇有没有也变硬。不要！你起来！死变态，敢当众猥亵！副总，您没事吧？林念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事，今天非得把你送进去。哟，我好怕啊！不就是开了家商场吗？真以为自己就能无法无天了？大家快来看呀！富士总裁当众猥亵，但拒不承认，大家来评评理。这富士总裁看着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是个这种货色。就是，仗着有钱就欺负人家小姑娘。你想怎样？不想怎样，给清雪道歉。哪来的野丫头，敢让副总道歉？你就是让副总日思夜想的人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嘛。副总，眼光有点差呀。哼，哪儿来的小丑？搭配这么雷人的造型，奇葩选秀大赛的吗？你说什么？瞅瞅你这颜色的搭配，嫩粉配大红，显老又显壮。听姐一句劝，咱换一套，不如来看看我家的服装搭配，就很适合你。一个靠抄袭设计出来的东西，好意思向我推销？你说什么？我没有抄袭。你们这展位的设计，跟我们富士品牌去年的款式相比，
无论是款型、剪裁、领口处理，连扣子位置都一样。抄袭还能抄得这么理直气壮，你说我抄袭你们，具体哪一件，拿过来对比一下就清楚了。你们挂出来的这几件，哪一件不是抄的？你还要一件一件比？你说一件，我跟你比一件。不要陷入自证陷阱，谁质问谁举证，请你拿出我们抄袭你们的证据来，不然就是你们诬告。要证据？好。你们那件是去年几月发布的？去年4月，比你成立工作室早1年。一个腰线收在3寸6的位置，一个收在3寸9，领口一个平翻，一个立翻。这2件除了都是外套，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。这分明看着不一样呀！就是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儿给人家工作室招黑吗？可能是看人家衣服设计的比自家好。我没兴趣跟你们纠缠，我只是来提醒你一下，商业设计圈很小，抄袭这种事一旦传出去，你们这工作室也不用开了。没有证据的事也敢乱说，你敢散播出去，我就告你诽谤。苏总，你那件外套的缝线也歪了，正品不会这样。你，哼，我们走。副总，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呢？又是砸杯子的，谁惹着你了？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怕副总一个人待着郁闷，来看看你。不需要。副总，你真就这么算了？他今天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你下不来台，明天可能就把那些事捅出去，你就不怕他会泄密？他不会说出去的。他今天在商场说了多少句，都敢公开和你叫板了。林清雪现在不是那个关在别墅里等你回家的金丝雀了。他工作室地址我发你了，听说他今天一个人加班，你现在去还能赶上见一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有什么预谋，直接说吧。副总，你误会了，我只希望副总能去和他聊一聊，看清他的真面目，这样你以后才会安心和我在一起。你跟我回去。不，我不要再被你囚禁起来。念念姐，傅少廷在追我，他开车在追我。什么？家人们，傅少廷疯了，居然开车追他！我得赶在他把小雪撞了之前赶过去。你跑什么？你跑得掉吗？你别过来！你没事吧？他撞到你了吗？没有，他还没碰到我。那就好。你还喝酒了？你这是酒驾、肇事、猥亵、非法拘禁4件套了，咋的？准备集齐7宗罪召唤神龙呢？这样，我一条龙服务，给您包邮到局子里。以后你可以安心做你的事业了，傅少廷那个混蛋再也不会来烦你了。他会被关多久？那不知道，反正他因为酒驾被关进去，他公司股价也大受打击，反而是便宜苏曼那个绿茶，直接收购了傅少廷的公司。不重要了，新生活要开始了。没错，宿主新副本已解锁，民国豪门恩怨，宅门深雪，拯救被家族当作联姻工具的沈依灵。我该走了，你要好好经营工作室，遇到啥事用法律保护自己，别害怕。那我们还会见面吗？会的。又是仆人，
看来得当一次梁上君子了。爹，我不嫁！反了你了！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，岂能容你反驳？跪下！傅家这门亲事定下来了，你收拾收拾，下个月初8过门。爹，傅老爷今年40了，比我大22岁。年纪大知道疼人。再说了，傅家是云州首富，你嫁过去是当太太，不是受委屈。妹妹，姐姐也是为你高兴。傅老爷虽然年纪大了些，但人品端正呀。你是什么东西？哟，你们家祖上卖豆腐的，那你现在装什么豪门？系统，我刚从一个窒息牢笼里出来，现在又给我扔进一个封建余孽窝里，你故意的吧？别紧张，我是来送贺礼的。喏，这是傅少白3年前在平城养外室的地址和照片，不用谢。这不可能，傅老爷他不会。可不可能？你问问你爹这地址眼不眼熟不就知道了。爹，这是真的吗？地上梁，起来。放肆！沈家家事还轮不到你个外人插嘴。来，你再说一遍，把你卖女儿的理由说得清楚点，我录下来当教材用，以后开课讲论渣爹的自我修养。家丁，把他给我绑了扔出去！大晚上的打打杀杀多不吉利，不用你扔，我自己走。对了，沈老板，你女儿我带走了，明天再来你家喝茶，记得备茶叶。走了，明天见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怎么知道傅家的事？我一个热心市民，就看不惯你被那帮老登当商品打包卖了。还有你那姐姐，也不是啥好人，她拿手帕擦半天眼角，但是一滴泪没掉，你没注意到吗？行了，别想了，你现在算是逃出来了，总比被逼着嫁给个老头强。明天再继续。明天？你明天真要去我家喝茶？那肯定啊，做人要讲信用。对了，你晚上睡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我看你也别回那屋了，你爹肯定叫人堵门。街道口有家客栈，我请你住一晚，明早你请我吃早点。好，谢谢你。你打算怎么回我的房间？翻墙啊！你爹守门不守墙，他这安保水平连小区物业都不如。你怎么又在这儿？我说了今天来喝茶的。哟，还有闲心喝莲子沟，我的茶呢？妹妹，昨晚是姐姐没照顾好你，傅老爷那边的事，姐姐也是才知道，心里难受的紧。姐姐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，昨晚整夜没合眼。妹妹，你别怪我，我也是身不由己。你干什么？帮你加点料，苹果核富含维生素，专治白莲花综合症和绿茶表演型人格障碍。别谢。控制不住自己，控制不住自己，是尿床吗？是尿床吗？你这是什么药物？进口货，叫复读机。你要是喜欢，下次去买一台，送你了。以后你来一次我放一次，你哭一次我放一次，你再说控制不住，我就放你耳边循环一整天。好不好用你试过就知道了。门摔坏了从你嫁妆里扣，这宅子可不是你的。这里面是你自己录的？录了3版，这版最欠揍，留着吧，以后他来你就按播放，省得听他啰嗦。那个疯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她怎么会知道平城的事？我听到了哦，3年前傅少白在平城西街租了宅子，养了个姓柳的姑娘。你那年正月揣着2盒点心去找过她，点心傅少白没收，盒子你还放着没扔。姐，你底裤颜色我都知道，别挣扎了，去劝劝你爹把这门亲退了，对大家都好。你不能把依令嫁给那个老东西！你无情，你残酷，你无理取闹！依令她根本不想嫁。这句力度不够，重来。什么？
你刚才这句情绪对了，但断句不对，根本2个字咬太重了，重来。你是什么人？你的演技指导老师，你这水平去演哭戏，观众会笑场的。他平时也这么吼你。沈正清，你卖女儿求荣，你对得起沈家祖宗吗？这句不错，情绪有起伏，眼神有火，建议以后吵架都按这个标准来。拍下来了，留着当鬼畜素材用。嚯，杀伤力可以啊！我说陆大少爷，让你物理冷静一下，下次想动手前，先问问你的腰子答不答应。你行了，戏也看完了，该走喽。你姑奶奶的茶今天就喝到这儿。依灵，你听我说，我不在乎别的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什么名分我都可以不要。妹妹，姐姐想了很久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，我们3个人可以一起生活。好创意，我支持。你支持？支持啊！来，我帮你们规划一下床位。这张凳子长1.8米，睡2个人正好，3个人挤了点。沈依林房里那张床宽1.5米，3个人睡翻身容易掉下去。我建议定制一张加宽的，2.5米宽的，够你们仨滚的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不是你说的3人一起生活吗？你们以为这是过家家呢？135你睡，246他睡，周末排队摇号，你们考虑过床的感受吗？不如直接整个上下铺好了，省空间，还能都睡得下。发什么呆？想好了告诉我，我有专门做床的渠道，质量嘎嘎好，怎么蹦跶都不会塌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们，要是非要3个人睡一张床，半夜翻身是门技术活，建议你们提前练练睡姿。想什么呢？在想他刚才抓我手腕的时候，我竟然没觉得疼。废话，以前抓你手腕的是你爹的铁钳子，现在是他的兰花指，当然不疼了。不过你的嘴是真挺会说的，我还是头一次见能把他俩都说得同时哑语的。那是，我这当了10几年牛马的怨气和阴阳人的功力不是白攒的。沈家的人是暂时稳住了，但是傅家那边该怎么办？明天傅少白就会来沈家。没事，看我明天怎么和那个姓傅的老家伙算账。哎呀，吃瓜看戏的好地方啊！沈小姐，老夫仰慕已久。这桩婚事虽说是父母之命，但老夫也看得出来沈小姐是个懂事的姑娘。笑死我了！上来先给人扣个懂事的帽子。你是谁家的丫头？怎么躺在这里？如此无礼！我是来算账的，傅先生，我帮你算了一下，你今年虚岁51，他18，你18岁那年娶了你原配夫人，那时候他还没出生呢。你今年这个岁数，当爹都算晚的。你家祠堂那些祖宗怎么想？他们排坐，看你牵个比孙女还小的新娘上香。傅老爷，您别理他，他是乡下来的，不懂规矩。我是不懂规矩，但我懂算术。33岁差距，等他40岁的时候，傅先生您73了，到他60岁的时候，您都过100岁了。到时候他推着您出去散步，别人都得夸你一句闺女真孝顺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来看戏的人，你跟你那帮人继续演你们的，别管我，我就看个戏。但你要是敢逼依林下跪，我就给你们的丑恶嘴脸都录下来，登报纸上。傅老爷，您别生气啊，这丫头就是这样没大没小的。不错，你今天没被吓着下跪。念姐，你这样说傅家老爷，估计家主会重罚你的。不怕，到时候谁罚谁还不一定呢。好了，今天收工，明天带你去看个好玩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后天不是傅老头的大寿吗？那明天我肯定要给他准备一份厚厚的大礼才行。走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你不是说要偷偷进去吗？这么走不怕被人看到吗？谁说要偷偷的进去了？我偏要光明正大的进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后门明明锁了。哦，你那锁生锈了，我一掰就开了。别紧张，我是来偷东西的。
你小点声。偷东西？对啊，书房的钥匙在你身上吧？快帮我开门！胡闹！我凭什么帮你？不帮也行，那我就喊了，喊傅老爷的密函被管家偷了。你猜他信你还是信我？不着急，慢慢来。我今晚时间多。就是那个抽屉，我上次看见爹从里面拿过文件。那可是黄花梨的桌子，这锁也是老爷当时花了200大洋定制的。完了，完了！200大洋，就这？你看看这材质，下次换个好点的锁。挺全的，还有傅少白日商往来信函和铁路商路合同，他这是要通敌呀！婚书密函合同齐活了。冲喜，爹怎么能这样？他都敢和通敌的人联姻了，背刺一下女儿又能怎样？行了，走吧。你不拿走吗？拿走干什么？你爹明天发现没了文件，肯定立马警惕，说不定会有别的行动。原件放回去，让他以为锁是自己老画的，还能再拖几天。这些就够用了。今晚我什么都没干，你什么都没看见，对吧？对了，你家老爷抽屉的锁老化了，建议提醒他换个锁芯。他要是问，你就说铜锁自己断的，这样对你我都好。灵控感谢，副队长，这一年来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来人！不急不急，先看看我送的礼。您点的黄泉孟婆汤到了，趁热喝。你开个玩笑，这是我从街口摊子买的，2毛钱一碗，给您补身体的。毕竟身体虚才要冲洗嘛。你在耍我？对呀，你终于反应过来了。那我来说正事。来，大家先看看这几张，这是傅老爷和日商的往来信函，还有傅老爷的黑市铁路合同。承包了云州到平城的3条线路，收益37分，上面还有驻华商会的印章。最后，这婚书上白纸黑字写着“冲喜”2个字。傅老爷这不是娶妻，是为了冲喜。要杀了你！腿软。你这贱人对我做了什么？嘴真臭，跪下磕头，跟我道歉。对不起，我是贱人。慢点磕，大寿之日，别给脑门磕坏了。大伙儿都看到了，这就是卖国贼的下场。沈老爷，好自为之。云州商会派人收走了傅家3条铁路的经营权。早料到了，像他那种人早该倒台了。而且你也很适合，你不是一直想干一番事业吗？是的，我一直想做些什么，总之不是嫁人就行。现在正好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些什么？当然是回沈家了。你不想看看你爹痛哭流涕的样子吗？依灵，你回来了。爹昨晚想了一夜，以前是爹糊涂。打住，别整那么煽情，太矫情。你把你女儿4岁就扔给奶妈，凡事都是优先姐姐。给她15岁定亲，但却没问过她一句。现在傅家倒了，你想起你有个女儿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依灵，我回去想了一夜，
我愿意给你写保证书，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。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我都不惜的说你。你给沈如婷写过7封情书，其中6封都是抄的。你给她抄完了，再给依林抄一份，大哥，你这叫一稿多投，还抄袭。我说，你要是脑袋空空，多去读几年书再来泡妞行吗？你这道歉来得太晚了，下次编个好点的理由再来。妹妹，姐姐真的知道错了，傅家的事姐姐也是被骗的。你去年不少给傅少白送礼吧？实则是借着送礼说服傅少白取艺名吧？就你那点小心计，早都被人看穿了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一句话，菜就多练。怎么都不说了？刚不是挺能巴巴的？既然不说，那就轮到依林了。依林，我说累了，你上。商路我接手，不服的人现在站出来，不然以后别来找我。傅家的铁路经营权，商会已经移交到我名下，你们谁有意见，去找商会说去。说完了就走吧，吃饭去，让他们原地消化一下，这信息量有点大。恭喜宿主完成副本宅门深雪全部任务，奖励已到账，新副本已解锁，虐恋仙侠终极副本魔渊即将开启穿越。这是最后一个了吧？行，整完这个我真下班了。你要走了？我的系统已经在召唤我了，再不撤他该扣我工资了。你走之前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问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被虐剧气疯了的打工人，顺便来这儿加了个班。不太明白。行了，别送了，你该忙你的事业去了。记住，以后谁都不能让你跪。当前副本魔渊主线任务拯救云兆月，当前关卡助云兆月驱除血渊魔气。这个剧啊，我看过，是不是女主穿越3世去杀邪恶男主，结果中途爱上了他，然后要帮着他灭天下？是女主用自己的灵根换取男主的魔气尽除？你少唬我，我看过这剧，反正后面男主灭了一整个城给女主陪葬，当时都给我看无语了。死恋爱呢，一死主角就天下人陪葬，最后锅还是让女二背。请宿主注意主线任务，这是最后一个副本故事，通关后即可回家哦。行吧，行吧。反正是我熟悉的仙侠套路，看老娘怎么整死这个男主。师兄，你不能再压制魔气了，让我用灵根帮你净化。不必，我能控制。这就是渊。死装男，你能控制这个屁！你没心的魔气都快溢出来把这儿给淹了，还搁这儿装呢？来来来，让我这个专业的驱魔人来。哥们儿，你这魔气养得挺肥啊，起码8斤半，都快能出栏了。哥们儿，你是不是天天拿它当夜宵吃？怎么比我老板画的饼还厚？别急，我这人做事讲究仪式感。专业驱魔，祖传手艺，灵符开光，无效退款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不对，我好像背错词了。魔气魔气，快滚蛋，不然老娘送你上西天。好，你放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别动，我再帮你把魔气戳散。你看它粘得多紧，跟老板画的大饼一样，拽都甩不掉。家人们，这就是仙侠版的刮痧排毒，就是手法粗暴了点。墨斗弹线，邪魔退散，
你这魔气再不跑，我就拿糯米给你来个魔气炒饭。搞定，第一疗程结束，下回魔气别攒那么多。大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说实话，我一直看这个女主不顺眼，她太蠢了，又蠢又坏的。宿主请注意，这是要拯救的对象，不要偏离主线。我若是不想拯救她，想换个人当女主呢？你来干什么？你是替云兆月来赶我走的吗？赶你走？我吃饱了撑的。我就想问一句，你袖子里那节灵根碎片藏多久了？你说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别藏了，你偷云兆月灵根碎片的事儿我知道，但我好奇的是你为什么要偷？别跟我说我想变强这种废话，说点我不知道的。小时候他就欺负我，但爹娘事事都向着他，我永远只有挨罚的份儿。出来修炼，师傅也只看他，师兄弟都护着他。这我知道，他从小就霸凌你，而且还没人帮你。我努力了100年，抵不过他一夜觉醒。我偷他的灵根碎片，是因为我想让那些人看见我，哪怕就一次。我理解你，但你偷东西就是不对。但你为什么偷？我知道。你想不想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？灰飞烟灭，你被谢渊一掌打散魂魄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但我想了想，你真的活该吗？你偷了一根灵根碎片，就得魂飞魄散。他们俩灭了一座城，最后还能封神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明天你照常去演武场，别露馅。你那灵根碎片也留着，以后我用得上。还有，从今天起，你的愿望我接了，我来帮你实现。切！警告：检测到宿主行为偏离主线任务，拯救对象为云兆月，并非沈清堂。我问你，被虐的只有主角才叫虐吗？配角被虐到灰飞烟灭就不算数了？这个副本的拯救对象我定了，就是他，沈清堂。你拉我来这儿干嘛？我以为你要让我把灵根还给云兆月。还？你偷都偷了，还回去他也不会原谅你的。那来这儿是干什么？傻呀！你把它炼化了，跟你自己的灵根融合，以后这东西就是你的了。但有一条，你不能用它害人。你要是答应了，我教你炼化口诀。你为什么帮我？这个傻姑娘，我总不能说我是因为看了这部剧知道她才是被虐得最狠的那个吧？因为我发现你并不坏，你只是缺一个人拉你一把。你运气好，遇着我了。而且我总觉得云兆月那姑娘没她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。谢谢你。行了，赶紧融合，我念口诀，你静心。我竟然能修炼了！接下来你老老实实修炼，等你修为上来了，用实力打脸那些人。好，我一定听你的。师妹，今日我来陪你练练。请师姐指教。不愧是师姐啊，这招式打得太漂亮了。就是，不光招式打得好，人也漂亮。师姐，承让了。他怎么突然进步这么快？师妹厉害，功力进展神速啊！哼，小绿茶露馅了吧？之后有你受的。怎么回事？按道理，
魔气早就该拔干净了。警告：沈清堂体内魔气已与灵根深度融合，强行剥离会导致灵根碎裂，当前手段无法完成净化。那换一个，就不信了，这些玩意儿治不了一缕魔气。垃圾玩意儿！系统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这最后一关给我上强度是吧？这么多副本让我死了多少回了？我今天非得跟你把账算清楚。宿主冷静，检测到当前关卡难度超出预期，已自动启用终极机制，启动队友集结技能，召唤所有曾受宿主拯救的女主，跨越副本维度降临。天地间风雨无人眠，有情无义的人都要回来。好家伙，你们几个是组团来加班的，我可没钱给你们发加班费啊！你终于知道叫外援了，上次你一个人硬扛，死了7回。本宫来之前翻了法典，跨维度救援属于合法范畴，不违规。云州的马队我安排好了，说吧，先打谁？这魔气和灵根缠得太死了，像缝死的线口，需要5个人轮流助灵力稳住灵根，才能安全剥离。按能量守恒算，5个人轮流助灵力，30吸1轮，稳定16轮，应该能拆干净。你们几个不同行业也懂修仙？这些应该都大差不差吧？来之前小谷都和我们简单说明了。厉害！行了，别耍帅了，开始干活。清雪指挥助灵节奏，10算灵力消耗，弱环计时。小凤盯外围，我上神光压制他的魔气，以免反噬。那我呢？你在旁边见证新神诞生。稳住！灵根已经开始自愈了，魔气在退散，还剩最后1寸。15、16，停！喂，还活着吗？活着吱一声。吱。行了，人救回来了，我们该撤了。跨维度待太久会消耗灵力。也是，朕明日还要上早朝，云州那边还等我回去开招商会呢。我工作室新季度的成衣还没裁剪完，我商路账本半个月没对了。灵念，再见。煮酒论天下，摇摆月落沙场。谢了，下回我点外卖请你们。你说了3回了，1次没请，这回真请，我发誓。远方传来呼叫，我活了。那以后就好好活着，以后别偷东西了，想要什么自己去修炼。师妹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后山做什么？睡不着，出来溜溜弯。怎么，你也失眠？修仙的人不该这么焦虑啊！要不要来颗褪黑素？林姑娘说笑了，我只是担心师妹，毕竟她最近修炼的长进忽快忽慢，我担心她走火入魔。放心吧，师姐，清糖好着呢。倒是你脸色发青，印堂发黑，是不是最近操心过度？建议早点睡，少管闲事，小心有血光之灾啊！师妹，没事就好，早点休息。他是不是起疑了？岂止是起疑，他刚才那番话就是在问你的灵根怎么突然变强了。清堂，你记住了，明天开始别在他面前修炼，他看你的眼神比我老板看我加班的眼神还瘆人。好，走，回去睡觉，明天还有硬仗要打。沈清堂，有人告发你窃取同门灵根，私下炼化，可有此事？哼，我就去下山吃了碗面，你们就在这以权压人，以多欺少。林姑娘，这是我玄天宗的内务，你是外门弟子，不宜插手。出去！等等等等，我问一下啊，谁告发的？证据呢？你们不知道谁主张谁举证吗？你们这举报人都不敢露面，就直接审判起被告人了。看来这原告是权柄滔天啊！放肆！戒律堂内不得喧哗。都审上案了，就别整那套世俗礼教了。云师姐，
沈清堂跪在地上，而你像个审判者站在堂中央。你说是谁告的？总不会是天上掉下来一张举报信吧？诸位长老，我想问，你们查过云兆月的灵根吗？有谁知道他是怎么一夜之间从筑基跳到金丹的吗？林念，你不要胡搅蛮缠。哟，这就护上短了。怎么，他灵根怎么来的，你心里门清是吧？赵月，此事你可有解释？师父，弟子灵根确实是天赐机缘，3年前在深渊边缘遇险，神光入体，修为大涨。此事弟子早已禀明宗门。神光入体，说的真好听。你神光入体的时候，与你同行的沈清堂正好摔下悬崖，断了一根灵根。你说巧不巧？你是说我昏迷那次？林姑娘，你说话要有凭据。切，就凭老娘看过剧，还治不了你？行，要凭据是吧？这不可能！那次我以为是你救了我，没想到是你夺走了我的灵根。云师姐，你这神光入体有点东西啊！神光在别人身上，却入了你的体。这种移花接木的修行方式，你跟谁学的？能开个班吗？赵月，你先回去，此事容后再议。不行，谁都不能走，这事今日必须说个清楚。林念，此案已定，容后再议。定你大爷！还容后再议？容到什么时候？等他连夜把证据销毁，还是等他找几个替罪羊把清堂意外弄死？就现在把事说清楚，别想糊弄我。云兆月，3年前你夺他灵根，3年来你明面上照顾他，暗地里断他修炼资源，挑拨师兄弟孤立他。你以为没人知道？我告诉你，你去年在清堂茶里下慢性散灵药的事，你猜我有没有证据？难怪我去年修为一直倒退，我以为是自己天赋不足。林念，你不明白，做那些事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我有不得已的原因。不得已？怎么？你想说现在的你不是以前的你？你是为了救谢渊穿越到这个地方的人？你怎么知道这些？云兆月，我告诉你，就算那些事不是现在的你做过的，但是你之前霸凌沈清堂是事实。我都说了，那不是我。你利用云师姐的身份，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感觉，什么好事都优先你，怎么到了做了坏事上就不认了？就是别人所为了。既然你接受了原主身份带来的红利，就也要承担原主之前作孽带来的恶果。你懂什么？我穿过来的时候，这具身体已经做了那些事，我凭什么要替他背债？我比他好1000倍，我努力修复他和所有人的关系，我努力对每个人好，凭什么我还是要被人指指点点？你比他好，你接收了他的一切，修为、地位、师兄的偏爱、师父的信任。你躺在他的功劳簿上吃香喝辣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这不是我做的？现在翻车了，你开始甩锅了。这绿茶操作我熟，我们公司出了事，领导就是这么甩。你不是他。师兄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确实不是原来的他，但我对你的心意是真的。所以这3年来，你对我说的每句话，做的每件事，都是在利用我。
我为了你挡了所有的道，我以为我是在保护一个值得的人，结果却是这样。写了我3年，3年，3年！糟了，要魔化，拦住他！好家伙，这魔气没除干净，还得是我去修烂尾工程。谢渊，别伤及无辜。哼，找死！林阳，我来救你！靠！赝品！我就说品西西买的信不得。呵呵，驱魔专用道具。去，快住他！很好，露出弱点了。青藤，前门给你打开了，上！师兄，你醒醒，你不该是这样的人。青藤，师兄，你终于醒了。你这是什么招式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用浮尘画符的，这叫国潮驱魔。你们仙侠界落伍了。家人们，谁说驱魔只能用桃木剑？浮尘画符专业对口，重点是耐用，效果嘎嘎好。你胸口里还有一缕魔气扎在你的灵根深处，必须得拔出来。来吧，动手。来来来，让我来给你们上科技。妥了，他不会再魔化了。青藤，对不起，还有，谢谢你。师兄，过去不再提了，以后你还是我们的师兄。喂喂，你怎么不谢我？我也帮了不少忙吧？多谢林姑娘。这都是我毁的，我应该帮村民重建家园。我帮你。谁呀？偷袭还挑人下班的时候，沈清堂，你不该活到现在。你活着，所有人都会想起我是个冒牌货。你疯了，疯！我早就疯了。我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拼命想做好人，拼命想修复你们所有人的关系。可你们呢？你们从来只记得那个原主做过的坏事，没人记得我做过的好事。那我还做什么好人？小心，他可能会魔化。警告：云照月燃烧原主残余灵根，获得临时爆发力，持续时间有限，但杀伤力极强。行了行了，我懂了，又是我的加班时间。yes，
林孽！我先当着他们的面杀了你！靠，我工伤还没报销呢。林孽，躲开！不是吧，多大怨恨啊！老祖符咒都不管用了！你敢伤我金鼎的大女主？哼，你们今天都得死！我老祖的大棒海都能镇住，还能镇不住你？恭喜宿主完成全部副本任务。你咋样？伤得重不重？能自己走吗？不能走我背你，但得加钱。能走，别硬撑。你这是……我得走了，下次来我请你喝茶。好，即将传送宿主回家。哎，快看看到了多少奖金，个数百千万！老娘也是百万富翁啦！恭喜宿主回家，所有副本直播回放已全部存档，可随时提取查看。不错，也算是一波很好的经历，还能时不时拿出来看看。宿主新副本已解锁，都市虐恋总裁的契约金鸟，是否即刻穿越？滚！别逼我在最开心的时候抽你哦。好嘞，那明天再问。唉，终于下班了，开启退休生活。